好，我们直接切入核心。东元大举宣示要从传统的设备制造商转型为能源整合服务与解决方案供应商，甚至主打 B2B2S。这到底是公司建立长期护城河的真本事，还是只为了搭上绿能跟 AI 题材的公关语言？撇开那些华丽的企业叙事不谈，我们必须直接看2026年第一季的硬数据。毕竟转型绝对伴随着阵痛，从卖断单一硬体走向系统服务模式，产生的营运摩擦力到底有没有真实反映在报表上？这才是今天这份深度解析要拆解的关键。没错，转型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大家想想，当你把单一硬体变成一套长期的能源整合服务，前期的建制成本加上跨国工程的磨合，绝对会侵蚀短期的毛利率。所以，我们必须用最严苛的财务视角来检视。我们要拨开外表，直击它最真实的营业利益率，看看究竟是核心本业在流血，还是说这只是一个先蹲后跳的战术性撤退。你看，过去深陷价格战泥淖的传统硬体思维，现在被东元的巨大野心给取代了。他们现在想做的是透过绑定硬体跟系统性的能源服务，创造出一个极具粘着度的生态系。这完美说明了为什么他们现在要死命紧抓 AIDC， 也就是 AI 资料中心、ESCO 能源技术服务，还有智慧移动这三大趋势。愿景听起来很丰满，对吧？但执行力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吃下这些大单，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在2026年1月1日发动一场牵动全集团的组织大改组。原本单打独斗的事业体，现在被重新收拢成这四大支柱。机电系统负责 EV 跟无人机，电力能源扛下 AIDC 跟离岸风电，能源及系统自动化主攻 ESCO 跟机器人，而空调科技则锁定商用冰水机。这个战略动机再明确不过了，就是要把这四个板块精准对接到 AI 算力跟近零碳排的轨道上。但问题来了，当他们拿着这些重新编制的武器站上国际擂台，对手可都是全球顶尖的巨头啊。让我们先来看机电系统的残酷对决。东元这颗 T-Power Pro 400 kW 谝线油冷马达，体积直接缩小 40%， 功率密度提升 25%， 这让他们在印度和墨西哥顺利抢下 EV 订单。在硬体的高性价比和投资报酬率上，确实展现了极强的技术底蕴。数字会说话，硬体 ROI 确实很漂亮，但我必须冷酷地指出，当对手换成 ABB 或西门子这种等级的时候，东元在高阶精密控制软体的整合深度上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劣势，这绝对是一场软硬体实力不对等的硬仗。将视角拉回国内，便利能源事业群面对的可是台湾重电三雄的夹杀。我们直接摊开外销数据来看，在超高压外销变压器的纯度上，东元目前的产能进度，说实话确实还落后于华城。但是千万别忽略了他们手上的关键优势。东元握有超过 2.5 GV 的离岸风电时机，包含 CIP 繁妙与海龙岸厂。更致命的一集是，他们在德州拥有西屋厂。在美国 IRA 降低通膨法案的保护伞下，这种在地制造的利基是那些纯靠台湾出口的竞争对手短期内根本难以复制的长期护城河。说到护城河，能源及系统自动化事业群的布局绝对是一大亮点。他们刚拿下台湾精品金质奖的 M1 140仿生机器人关节电机模组，采用了高度整合的 All-in-One 解决方案。这正是他们用来突围对抗像是日本 Harmonic Drive 这种传统精密减速机霸主的秘密武器。从零散的单品走向 All-in-One 整合，能大幅提升客户的转换成本，让客户离不开你。不过，谈到转型，我们也必须检视另一个极端的案例，那就是空调科技事业群的壮士断腕。空调科技 Q1 营收面临了年减高达 13.09% 的冲击。但这不是单纯的衰退，而是一场蓄意的大清洗。他们正在激进的缩减低毛利的家用电器，把资源全部砸向高毛利的商用冰水机和资料中心冷却系统。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纯化。虽然短期营收数字不好看，但从长远的毛利健康度来看，这是绝对必要的手术。那么这场大手术最终在第一季的财报上交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单？摊开财报，2025全年营收590.94亿，毛利率23.8%，而2026年 Q1 营收来到142.35亿，年增4.54%，单季 EPS 0.51元。但最核心的答案就在这个巨大的数字上 8.3%。2026年 Q1 的营业利益率强势回升，扣除掉去年 Q4 那 1.5 亿元为了留才的一次性库藏股费用后，核心本业可以说已经正式筑底反弹。
而且必须厘清一点，这 8.3% 是扎扎实实的本业获利哦。美国法院在2月裁定退还的那1000万美金对等关税是认列在业外，所以这个本业获利的数据是非常坚实的。我们进一步拆解各事业群的营收年增率。电力能源简直是爆发性成长了 32.85%， 这完全受惠于台湾强韧电网与 Statcom 工程的强力拉动。但令人担忧的是，占比最大的机电系统却微幅衰退了 1.44%， 这背后有什么隐忧呢？其实，机电的下滑主要是因为美伊战争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大马达订单出货递延，这属于外部不可抗力。而且4月份已经顺利看到回升了。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支撑电力能源这 32% 爆发成长背后的庞大产能，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全落地？产能落地就是解答，这个时间轴非常关键。中立场69 kV 电力级变压器 Q1 已经试产，为了吃下东南亚 AIDC 商机，投资3.7亿的马来西亚槟城安达康厂已经在4月底正式启用，每年将带来高达40万米装甲式汇流排的产能。到了2028年，观音新厂更将投产161 kV 超高压变压器，年产值上看10到13亿。这些实实在在的产线，就是将低毛利工程转化为高毛利自有产品的催化剂。但当我们在谈论这些雄心壮志的资本支出时，也必须残酷地检视公司的资本结构与股东权益。这里出现了2个互相拉扯的数字。一方面，公司非常大方地配发每股2元的现金股利，配发率高达 82%， 这点确实达标，也令人满意。但另一方面，为了跟鸿海进行策略联盟，东元增发了约 2.37 亿股进行换股，这直接导致了散户股本高达 10% 的实质稀释。这 10% 的代价到底能不能透过未来的成长来弥平？这就牵涉到跨国并购的总效，以及跨国内控与财务透明度的深层问题了。我们必须打开资诚会计师连续给予保留结论的这个黑盒子。你看看这个比例，2026年 Q1 有高达 272.3 亿元，也就是 19% 的资产是来自子公司未经核阅的自编报表，未核阅负债也占了 11%。虽然说综合损益未核阅比例只占了 1%， 显示当期损益风险是可控的，但高达 19% 的未核阅资产，意味着在这些跨国子公司中，潜在的资产估值风险远远大于 P&L 损益风险。这正是跨国并购初期必定面临的内控阵痛。这种整合时差在深昌电接案表露无遗，收购9个月后才完成收购价格分摊，甚至得追溯重编113年比较财报，调增 1.8 亿资产。现在东元正透过 One Tackle 模式，强势把马来西亚 NCL Energy 等新并购单位的内控对接回母公司审计标准。此外，新马立法后的 OECD 支柱2 15% 最低税负也是即将引爆的税务地雷。税务与整合的挑战确实严峻，但也别忘了刚才提过的美国那1000万美金退税将会在 Q1 到 Q3 随着库存销售分批认列，这多少能作为财务上的缓冲。而且忍受这 10% 股本稀释与内控的阵痛，说到底都是为了换取跟科技巨头的终极结盟。这就是东元与鸿海星际之门战略的咬合点。我们必须承认，在伺服器机柜内部，整机柜的高密集电源与算力散热，东元目前确实不如台达电。没错，但东元的战场在机房外，鸿海负责晶片级散热与伺服器算力，而东元则透过 One T-Eco 模式负责机房级与厂房级的配电。结合并购 Dynasate 取得的钢构预制技术，再加上安达康的装甲式汇流白，东元打造出的是模组化资料中心，也就是 MDC 的快速交付竞争壁垒，这才是真正的巨头分工。对外一个巨头结盟的完美范例是跟臻鼎 KY 的低碳整厂输出。随着台湾2026年5月碳费正式开征，企业的碳焦虑简直达到了顶峰。东元怎么把这种焦虑变现为刚性订单呢？他们利用 AI 智慧能源管理平台，直接把臻鼎的深圳淮安到观音厂区全面升级为 II5 超高效率马达。更猛的是，透过物联网感测器做到预测性维护，防止昂贵的 PCB 产线跳机报废。这套 ESCO 模式每年稳稳减碳5000吨以上，还帮臻鼎拿下 CDP 最高 A 级评级，这是将 ESG 转化为真金白银营收的最强时机。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洗牌，东元的前瞻科技正强势卡位北美的非红供应链。最精彩的就是无人机战略，他们把 EV 级的扁线马达技术直接降维打击，推出 T-Power Air 12.5 kW 马达，直接让无人机飞行时间暴增20%。战略布局非常清晰，为了打入美国军工与政府高规格标案，他们在5月的底特律 Exponential 展进行了 Design-in 洽谈，并开发低稀土板扁线马达，而强化供应链韧性。最关键的时间点是，他们目标在2026年底取得美国 Green UAS 认证，这将是吃下非红供应链世纪红利的超级入场券。最后，我们绝对不能漏掉这个终极的硬体护城河 M1 1140仿生机器人关节。这不仅仅是一个精致奖产品，它高度整合了无刷电机与减速机，死死锁定北美自动化市场里的4足与人形机器人商机。而它最强大的防御壁垒是透过德州 TOCO-Westinghouse 子公司以及墨西哥厂的产能协同，在北美建立起一个竞争对手根本难以跨越的高信赖感在地化售后服务与制造网。这才是从硬体一路延伸到服务的极致防御。我们一路拆解了东元从4大事业群改组、财报筑底回升、跨国内控的回击保留结论黑盒子，再到与红矮争顶的 MDC 与绿能结盟，最后是无人机的非红供应链突围。综合这些已经确认的实质订单与技术护城河，这份深度解析最后也最核心的叩问是：东元到底是不是已经真正蜕变，超越了传统马达设备上的框架？而市场目前的估值是低估了这场结构性转型的底蕴，还是说早已把 AI 基础建设的未来溢价提前透支完毕了呢？这绝对值得所有投资人好好深思。